好，我刚刚看了泽伦斯基去白宫跟川普还有那个 JD Vance 的那个会谈，在网络上现在大家是狂传。那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看到的东西，还有我的一些心得。先说，我觉得 it's an ambush， 这是一个袭击，他被偷袭了，就是你看，我觉得连记者都是被安插进去，其中有一个记者在中间还问泽伦斯基说：“为什么你没有穿西装？你这样子对美国总统很不尊重。”我整个就是说 What？ 那马斯克在白宫整天是穿 T 恤是怎样？好，那其实后来，其实到最后，大家也有看到 JD Vance， 就是美国的副总统，也有直接出来羞辱泽伦斯基，然后逼得泽伦斯基要站起来强硬一点，帮乌克兰自己讲话，然后到最后整个就变成一个大乱斗。我觉得这整个东西是美国设计好的，因为川普在最后还有说 "This is great for television"。这是在电视上看，这很棒，就是很棒的电视节目。那整个到最后看的我其实是非常傻眼。那整个会谈结束之后，应该是蛮早就结束。我看整个会议只有差不多49分钟、50分钟而已。然后川普也把接下来的那个记者会也都取消掉，然后泽伦斯基整群人就先离开白宫了。那他们后续要签署的什么协议什么的完全都没有签。那我跟大家讲一下，我把整个就是记者会看了一下的一些大概发生的事情。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了。其实，在前面川普就有说，欧洲给乌克兰的资源比美国少很多，怎样的？然后这边泽伦斯基就一直出来纠正川普说啊，其实没有啊，那个欧洲也有给啊，怎样的？其实我猜川普就从前面有点不爽的。后来也有记者问泽伦斯基说，你有没有觉得川普是站在你这边的？那泽伦斯基就有回答说，哦，我觉得美国跟那个川普都是站在我这边的哈。那不然的话，川普也说不对啊，不然的话他也不会来这里 ，right？可是这边泽伦斯基后来有再说一句，就是说可是我更希望的是这边我希望他们可以让俄国直接撤军，然后让我们可以更安全。我觉得美国不管是川普或者是 Vance 都会觉得有点不爽，说啊你一直要把我们拉进去，我们只想要帮你达成一个 deal， 可是你一直要把我们拉进去 guarantee your security， 就保证你的和平这样子的。所以在这边大家就会感受到乌克兰要的东西跟美国要的东西其实还是有一段差距哈。那我就直接切入大家在网络上看到疯传版本，那整个事情是怎么发生的？那 JD Vance 就是第一个点火，他就是那第一个挥第一拳的人哦。那他其实一开始就说，其实过去4年美国有一个总统，其实他就是在说拜登，他就是说一直对普丁用一个我们好像美国很强硬的态度，一直在骂普丁。他说可是一直讲没有用啊，然后后来普丁还不是侵略了乌克兰。所以他说，通往和平的道路最好的方式就是靠外交。JD Vance 是这样说，所以他觉得他跟川普在做的事情就是用外交，透过外交可以把这件事情处理好。可是泽伦斯基就反过来问 JD Vance 说，之前我们其实就是一直透过外交在处理事情啊。那2014年我们被那个克里米亚被拿走的时候，还是奥巴马时期，对不对？然后后来2019年我们也跟那个什么法国还有德国联手起来，一起跟那个俄国签了和平协议、停火协议，然后说他们会买俄国的天然气，然后这样就会停火。结果有用吗？也没有嘛。所以他就这样开始质疑 JD Vance， 说你说的外交到底是什么？那这边 JD Vance 就直接翻桌。那我自己觉得这边都是设计好的，因为正常来说，副总统怎么可能在这种会议讲话突然变这么大声？JD Vance 就直接说，你这样子在媒体前面就是说美国的这种坏话，或者直接对美国总统讲这些话是非常不尊重的。我们美国想要的就是让这个战争赶快停止，就是这样子。后面那边就是大家在网络上看到那些吵架片段。那其实整个会议我发现一直常听到的字眼，其实就是川普一直讲的 make a deal first then talk about security。 因为川普就说我们先达成协议，然后我们再来讨论那个安全的部分。然后他一直在不停的跟泽伦斯基说 You don't have any cards， 你手上没有任何好牌了，你现在就是要靠我们。其实 JD Vance 有一直讲说你现在就要靠我们， right？ 然后叫泽伦斯基不要那么坚持。我觉得他们在想要的就是泽伦斯基你态度不要那么强硬，我们讲什么你就要 take 什么。这边我们就看到川普想要做的事情就是要避免美国做出过度的承诺，就像前几天我们大家也看到的，就是川普不想要过度承诺说在他任内中国绝对不会对台湾动武这样子，他就是不想要美国过度承诺，因为他不想要有那种长期的军事承诺或财务承诺，这样子对美国的财务啊还有军事其实是蛮伤，所以他不想要让美国陷入无止境的冲突这样子，所以他想要的就是退出而不是进入。所以像泽伦斯基说我想要你 guarantee 我的 security， 对川普来说就是违反他想要的东西 right？
所以我觉得这整个会议其实就是对乌克兰或者是对泽伦斯基的一个压力测试，就看说这样子施压以后，乌克兰可以做出什么让步，然后到最后可以达成什么样的协议。我自己觉得啦，这其实就是美国设计好的一个陷阱，然后来测试乌克兰的底线。那其实，可是这个我觉得会影响到美国的，不管是形象也好，甚至会影响到美国的很多盟友，像是台湾对美国的一些看法。所以我自己觉得这是一个七伤拳，可能对美国短期来说很有利，那川普可以对他自己国内的一些选民有所交代。可是对国际上来讲，我觉得看起来真的是不好看。好，反正总而言之，我觉得这次在白宫的会谈，整个就是一个 shit show。然后接下来有什么 update，有什么更新，然后我们在百灵果 news 在下礼拜会跟大家分享。就这样。